我看过一段话，他说：“当我爱上你的时候，你成为我最坚固的盔甲，可是你也成为我最脆弱的伤口。”爱一个人是把自己全部都交在对方的手里。他如果要保护你，他会成为你最坚固的盔甲；他如果要伤害你，你逃不掉的，你会痛得最深。我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情，不觉得有所谓的应该不应该。我认为那个是交战手册才会做的事情。我认为谈恋爱，我只有一个浪漫的想法，就是理想的谈恋爱的状态是什么？那我觉得理想的谈恋爱的状态是，我身上如果背负着重担，我希望你是那个我可以分担这个重担的人。如果我的过去是我的重担，我希望我能够放心的把它托付给你，跟我一起把它背下去。你背不动也好，你背了以后埋怨嫌弃都好，可是我可以怀抱的这个愿望是，我希望你跟我分担这个我一个人背的好累的重担。所以我只能够说，这个是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认为理想的状态是，我的脆弱、我的空虚、我的疲倦，都可以在你这边得到休息。我不敢说该不该，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同。可是，如果连谈一场恋爱，我都得逼着我自己算好每一分每一寸，算好将来我再变成别人的前任的时候，他会不会把我的点点滴滴去告诉另外一个人？如果要担心这么多事情的话，其实我们是在想一场交易，而不是谈一个恋爱。谢谢。对不起哦，我这个时候不应该插话的，但是我必须要说，我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狂野的人，但是我内心呢，真的住了一个古人。坦白这件事情，在20几年前伤害过我，是对方的坦白。我以为我已经过去了，但是事实上20几年后，这个坦白的伤害依旧在。利刀伤人恨易合，恶语伤人恨难消。坦白的话，它或许不是恶语，但是它比杀我的刀还要严厉的，所以不该坦白，不好意思。好像应该宪哥先开始哦。欢迎来到我们这次最严肃的一个比赛——辩论比赛，就是拿出你的所学，好好把对方给干掉。欢迎收看《奇葩说》。同时，马上来欢迎亚洲最爆红的团体3人组合，请他们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没关系，不要压力 ，just follow your mind。吴宗宪认识这么久，这是第一次被他介绍，要叫我自我介绍。好，在吴宗宪的介绍之下呢，我很荣幸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 KK 康永。KK 康永。我是 JJ 金姐。JJ 金姐。我是 MM 马。Put your hands together,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吴宗宪，太开心了。那么这个奇葩说啊，是我个人呢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我为了这个节目辞掉所有的节目，对，所以我希望啊能够在这节目里面尽到我个人的本分，能够为大家服务，就是我的福气。我们不会给你涨钱的。钱，各位，当一个艺人，钱不是重要的事。Just follow your mind。呀，各位，不是钱的事，是很多钱的事。很开心啊！谢谢我们今天的男神宪哥来给我们奇葩说做了一个开场，然后我们就要谢谢我们的赞助商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有范儿。
有这儿有一句话，叫做有钱有势，有爹有妈，有吃有穿，都不重要。有妻有妾都不重要，哎，不如有范儿。为什么吴宗宪来就多出了有妻有妾这4个字？我后面没说有妻有妾有小三儿都不如有范儿。你看嘛，3人成虎，然后鸡飞城市，但是没有关系，身为一个谐星。你就是必须成为一个产品。对，茶余饭后里面聊到你，不管是好的是坏的，你都必须要接受。一句话，人家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错。在艺能界来讲 ，no news is bad news。如果你连当为一个坏新闻的这个资格都没有，那你在艺能界要干嘛呢？哇，让我们给 bad news 一些掌声到这里。我是 good news， 我是 good news。其实就像宪哥所说的，在艺能界啊，要扛得住，对不对啊？就像这多么生硬的广告，就像人生一定要喝古力多燕麦牛奶，太硬了才能饿一样。大哥，这个太硬了。古力多，你们能加点钱吗？这实在太硬了，这太硬了。但是我讲真心话，我刚刚还喝了一瓶，还真好喝。我跟你讲，到下个月的这一天都不会再饿了。这么硬，我也没想到它有这么硬啊！好，谢谢古力多燕麦牛奶，谢谢。行，那我们看一看本场的题目哦，好像今天这个题目是由我心目当中从来没得过影帝的影帝，从来没当过歌王的歌王，吴宗宪老师带给我们的一道题目啊！不，我当过歌王啊，真的啊！哎，我还当过新马王子、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哦，真的吗？不信你问康永哥。我不知道这件事啊。哇！他自己犯了一届吧？不相信是吧？请看 VCR 来。真有的嘛？你看，这立刻就给我们留出了一个口儿。你以为我们会把你的 MV 加在这儿吗？不会的。请出题吧。亲爱的，好爱你，人家今天好开心哦。Me too， 我也爱你啊。那你今天开心什么呢？啊？我们2个人一定要彼此互相坦白哦。哦，那还用说嘛？2个人相爱，当然就是没有秘密嘛，对不对？太好了。对，绝对没有隐瞒。那一定要的嘛，互相坦诚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这谁呀？哎，你跟之前的男朋友分了？哎，我一直都觉得之前的那个阿友配你来说有点太帅了，这个好，长得跟吴宗宪似的，看着就老实。好了，哎，我还有点事儿，我宝贝儿还在下面等着我呢，改天约饭啊，拜拜。范儿，这他刚说是这样的，你以前男朋友阿友有这事吗？那个阿友是我以前的一个高中同学，他呢学习又烂，长得又丑，一无是处。学习又烂，长得又丑，一无是处。那听起来肯定是你前男友吧，对不对？啊？但是那个时候人家还小，哪里懂恋爱这件事情呢？哎呀，算了，其实我不在乎这些的，对不对？过去的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谁掌握现在，谁就离未来最近。所以我们要看着未来，干嘛考虑过去呢？没事，我还是爱你的 ，I love you。宪哥最好了。范儿，范儿，阿友，好久不见啊，最近过得怎么样？看来这是找到挚爱了吗？范儿，这是我们的订婚戒指，现在还给你，不打扰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他吃桃子会过敏啊！祝你们2个幸福，耶！范儿，刚刚那就是阿友，还拿了个订婚戒指，
你订了婚也没跟我讲，他还说你吃桃子会过敏，这他都知道。订婚这件事儿吧，你告诉我，他知不知道你胸口有颗痣？宪哥，这么小的事情，我相信你不会跟人家计较了。啊，算，干嘛计较那个？哎，算，没事的，我们就是我们两个的世界，好不好？过去了，让他过去了，算了。订过婚，只要没有跟人家结婚、生小孩，一切都搞定了，好不好？没事。宪哥最好了。芬儿啊，芬儿，你干哈呢你呀？咋的了？那个我们的儿子他乐乐，他出啥事儿啊？那个他丢了。丢哪了？他要是丢哪，我要知道我找你来干啥呀？儿子都丢了，你还有功夫在这扯？你长点心吧，行不行啊？哎呀，找着告我一声啊！等，刚刚胖子说什么？你们的儿子？哎呦，你都生了小孩了，现在小孩还不见我告诉你，今天已经是我忍耐的极限了，我回家。宪哥，你听我解释，乐乐是一只小狗，这么寸吗？今天啊，所有分手的神经病都搁这儿集合了。朋友们，我只问你们一句，该不该向恋人坦白恋爱史呢？我们3位姐妹花对面3个大帅哥该怎么办呢？对面只有一个人是帅哥，他的名字叫樊野。我觉得是，如果有一个人只能搞定马威，肯定是樊野。对，我感觉我们这组要输，我们看看其他2个软肋吧。为数不多的2个直男。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今天你会被骂得很惨的。我要离开现场。我对樊野的观点呢，我认为他说的都对。樊野兄，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就靠你了。樊野的胸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也是这么想，靠你了。题目出来了。该不该向恋人坦白恋爱史？多么悲惨的一个题目！我们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来表达你们的立场。正方红键该坦白，反方蓝键不该坦白。爱奇艺 VIP 会员随便选。第2阶段大混战，比赛进入第2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1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 King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 King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3、2、1。宪哥会选择的立场是反方，这不用讲了嘛，这个坚不吐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该坦白了，你干嘛拿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呢？过去了就过去了嘛。这个想法是从膝盖想出来的？不是，我是实战经验。实战我就在一次的坦白之后，让对方知道了一件事情啊，从此以后就退不欲生，知道了我不是太重要了。怎么在这之前他连这个事儿都信吗？宪哥，这样，人有2个膝盖，劳驾用另外一只再想，另外一个膝盖也是不该坦白，不该坦白，你干嘛生事儿呢？对不对？这个事情就没有了，无事不生非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去搅和过去，以前讲的什么都是没有淡化它，一定要牢记一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说：“哎，你不是订婚了吗？没有，那根本就是双方面家长的问题。我没有要跟他订婚啊，多好！有人看见你们在一起，不是同学哪有不在一起的呢？你看，哦，是这样的啊，好不好？早晨起来8点钟看到你从酒店出来要回家，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在那里打工啊。哦。”多辛苦啊！老流氓的最佳表现，辛苦了，辛苦了。好，不该坦白。所以宪哥选择的立场其实不是坦白和不坦白，而是打死也不说，坚不吐实。对，好，金姐呢？不坦白。
不坦白。哎，那跟我一样。我跟你一样，我跟他一样。这太奇怪了。金星以前都非常遵循传统价值啊。过去的事情，你有你的过去，我有我的过去，咱俩刚认识，往前走，不是往后退。对，说那么多干什么呀？那你会追问别人的过去吗？我不会。你会？男人啊！哎呀，这叫好奇杀死猫。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追问他说你们两个订过婚吗？那是双方家长。如果你说那天早上8点钟你从酒店出来干什么？我在那里打工啊，刨根究底啊！你会那么傻相信他在那里打工吗？对，哦，刚打工是我说的吧？不好意思，那我正方。不，我就坚决反方，不该坦白。康永哥呢？他们两个都是反方是吧？对啊。我出于尊严，我就在正方。正方那你就已经输了嘛。我不要跟你一队，我宁愿输我也不要跟你一队。这正方是肯定要输的。你选择的是该坦白，你不愿意站在真理那一方吗？我不要站在你那一方，我就是真理啊。我今天就试试看，我就站在正方吧。那我们现场，6位自由意志的选择，不坦白，不坦白，不坦白。你们3位选择的都是坦白是吗？翻野你也能坦白啊？能，翻野坦白做3集都不够吧？你这坦白，这前1个月就甭干别的了。好吧，正方谁先开始？哎，你请。谢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谈恋爱的时候要不要坦白。我们先下个定义啊，我们现在今天谈的是正儿八经的谈恋爱，不是玩一玩、约一约、凑合过一过那种日子。谈恋爱说白了，我们如果正儿八经谈，想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段旅程。你的伴侣你一点都不了解，不知道他过去去过什么地方，那段旅程你也不踏实，对不对？所以说你还是希望能有所了解的，所以最好坦白，坦白永远是最好的策略。当然，我今天翻过来讲一下，假设站到不坦白这一方，我们为什么不坦白呢？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感情经历是一张白纸，或者很简单，你肯定谈，对不对？随便谈，你随便看，我前面就谈。之所以不坦白，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感情经历太复杂，要么就是情节太狗血，要么就是前任人数太庞大，两者之一，对不对？好，先分析第一种。你可能只谈了1个2个，但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太是狗血，你是风儿我是沙，你受伤受的太多，你不想让你现在的现任受到伤害，所以你不坦白，你出于的是保护现任的目的。那问题来了，你的现任听到同样的话，他会觉得被保护吗？大家有没有被你的伴侣说过啊，宝贝儿，我不告诉你，其实是为了保护你，对吧？那甜甜姐听到这样的话会说啥？就你啊，你还保护老娘 ，right？ 我们是平等的关系，压根儿不需要保护。你不想说就是不想说，不要抱着保护我的借口罢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说，你以为对方就不知道吗？别人不会给他去讲吗？要记住啊，你的故事被别人讲出来，那个情节可要比真实的故事复杂几千倍、几万倍。所以啊，你最好一开始把你的经历的正版告诉你的伴侣，这样盗版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他就不至于瞎猜，从而你们就有更好的未来。但是你会说到，如果我真的就坦诚了，我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保护，万一这段恋情不成了怎么办？万一最后我受伤怎么办？这确实是可能的。我想了半天，我是个特别理性的人，但我觉得这个真没有解。如果你真的有一天看中了那个人，你说啊，我这辈子就是想跟他在一起，那我希望这个时候你可以卸下你所有的伪装，在他面前赤诚相待。你可以对他说，对不起，我可以为你戒烟戒酒，我可以为你改掉所有坏的习惯，但我唯一改变不了的是我的过去，没有办法，所以能接受我跟你一起携手。但如果你接受不了，我们就好聚好散，不要将来成为彼此的负担。所以要坦白。非常感谢，谢谢。艾丽也是憋了好几期了啊，我不错，拉来将近20票了啊。好，反方，哇，大毛腿来了。谢谢大家。今天艾丽她第一个点是人生是一段旅途嘛，我们要坦白，彼此才能走得更远。那我觉得你坦白的不应该仅仅只有恋爱史。
因为我们影响我们生活的经历有很多，我还需要给你坦白我的心理病史，我父母的心理病史，我父母的情感史，以及我的家族发展史，还有我们家的经济史。因为我只有把这些东西全部坦白给你以后，你才能更加充分的了解我们是不是才走更远呢？哎，你把我当成一本百科全书，你要翻烂我呀！啊，第二个点是说，你这个消息你就算不会说，别人也会过来说嘛。而且别人过来说的时候添油加醋，就好比怎么说呢？这个社会非常复杂，你出去可能会被人打，而且可能会被花样吊打。不如你在家里我打你好了，我还能控制我的手劲儿，只致残不致死。你是不是有病啊？所以这个时候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的伴侣前面有谁有很多前任，你告诉他一句话：我伴侣的前任关你屁事。你对我的伴侣的过去那么感兴趣，你是对我的伴侣感兴趣吗？你4、6级单词背了吗？你怎么那么闲啊？好，接下来说我的观点。去年呢，小的不才蒙了一个男闺蜜的称号。那既然担了这个虚名，就要干点实事儿。那来就告诉你们第一件实事儿。你以为女人要的是坦白吗？你以为对于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真相吗？我告诉你不是。能触到女人精神点的东西不是真相，而是她想要的真相。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对。女人的观念里面会想把她自己的东西交代一下。也许你坦白说，我只有35个女朋友，并且我跟她们的关系很好，可是你女朋友老觉得你是不是还在骗我？你绝对没有告诉过我，所以他们心中对你的答案永远是存疑的，所以你坦白不到位。对，那么该怎么办呢？那你女生就回想一下，你为什么想知道对方的情史？是不是想知道你在他的情史过程当中是不是最独特的那一个？你们女生是不是想知道我对你来说是不是跟别人来说不一样？你会不会因为相同的原因甩了我呢？所以你们需要确定的是这些问题，对不对，姑娘们？对。花溪，你真的不愧是大众闺蜜，你简直就是大众点。好，那如果你已经找到问题的核心了，男同胞们这个时候就该学学该怎么办了。既然女孩想要得到的是这个答案，告诉她喽，拉着她的手对她说：“亲爱的，遇见你之前我是看过很多风景，但是我知道遇到了你之后，你才是我的宿命。”也许你的过去我没有办法参与，但我希望我的未来你不要缺席。也许以前的我不够成熟，但我敢保证你现在所拥有的是最好的我，而我也很庆幸拥有你。感觉到没有？这个时候，任何女生的心都会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及格分数在了，再加上如果你有对方反野这样子的外貌，直接技能加成满点，都是成年人了，有什么事儿不能解决呢？为什么？为什么非要给自己添堵呢？对不对？所以最后再给大家一句忠告：能不添堵的事情就不要添堵。好的恋人不追问过去，好的恋人不怀念过去。好，第一轮就到这儿，谢谢。非常好，很好啊，很好。对，那刚刚这个就是不漂亮坦白，他这个是完全我讲对你的另一半啊，没有那个心，也要有那个嘴。所以人生下来就会说呀，所以你是只有那个嘴，而真的没有那个心。问孩子，对爸爸跟妈妈谁比较好啊？比较爱谁啊？妈妈不在，不要忙，我会看。我爸爸有没有？爸爸今天给什么，他爱的是爸爸。对，孩子都懂得这么做，所以恭喜获胜，结束了。好，收到。获胜。参加辩论太少啊，没看到反方反击的力量，有吗？来吧，哪位开始？哇！我们这边对手非常高兴你说什么都对，你说什么都对。好了，你赢了。我还是老习惯看着薇薇姐说吧。攻击我方主要战斗力，遗言有我吗？你相知相爱吗？不相知怎么相爱，对不对？你才是认识一个人，是我知道你的生日，我知道你的血型，我就知道你吗？并不是，其实一会儿都告诉你。其实常常最能体现一个人是谁的属性是不可以测量的。我知道你的体重、身高、你的长相，你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平面的。我只有知道你的过去，知道你的历史，你在我心里才是立体的。大概你招了吧，就是这个。哎，我们这边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对，我们太没有立场了，我。可能你会说，你不用爱我的过去，你就爱我的现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你为什么会跟我分享你的童年？
你会跟我讲你小学、中学、大学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因为那是你的一部分，那是你的过去，你希望我知道你的过去。你可能会说，那我不希望你知道我的恋爱史，可能我跟你说的时候你会心酸，你会吃醋，但是没有关系。也许你跟我说一段恋情的时候，你会红着眼，我会很眼红，但是那段感情影响了现在的你，那段感情造就了现在的你。也许你会说，过去的你不代表现在的你。你会说，比如说像刚刚艾丽说的，可能过去你有很多恋情，你过去很糟，你现在不糟了。我没有。我们都很纯洁。啊，我过去很糟，我现在不糟了。那我跟你说我不糟，你就信了吗？其实你想知道，我是通过什么事情变不糟了？我是怎么从一个恋情里面改变我自己？我怎么成长了？就像打个比方，我微微，我喜欢你。马薇薇，老贾你不要干扰，你不要用你的表情去打我。你让他说完啊！可以吗？什么的呀？公开调情吗？对呀，对不对？这根本公开调情嘛，对不对？继续，翻译。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好。然后我说我们相爱吧。你可能会说，哎，那你之前喜欢的款跟我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跟你分析了我上一段恋情是怎么一回事，你可能就会理解我，你可能会接纳我，你可能会更爱我。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前任，他刚认识的时候有个怪毛病，他不让我碰他脖子，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碰，所以在一些活动的时候会很受限制。然后，但是什么活动啊？开心的活动。上吊嘛。可是后来他跟我认识久了之后，他跟我分享了他过去的一段恋情，他那段恋情里面有家暴，所以他非常的介意，他很敏感，被触碰了他就会勾起他过去的回忆。恐慌。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更理解他，我不会觉得是个怪毛病，我会更想好好保护他。电视上出现这个问题，我会转台；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我会岔开。所以我想知道你的过去，我才知道你要什么。我知道你要什么，我才能给你。我知道你的过去，我才知道你受过什么伤，那我才能保护你。我想知道的是，谁没能陪你到最后，而且为什么？因为我想陪你到最后。我想知道的是，当时的月亮代表谁的心，结果搞成那样？因为我想搞得不一样。所以，当我跑向你的时候，你身后那些脚印，请不要为我擦去。马薇薇，我命令你提膝他，你必须，我命令你扑倒他。那你说话是真的吗？我受不了公然调情了，你们。哪一段？你看，马薇薇，你想清楚，发现你看一下我脖子上的伤。大家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一旦你开始陈述自己的故事，就会引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会引来第二个故事。所以追问这件事情，翻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种情况下是没完没了的？有啊，凡事皆有可能。好，对，有。好，二，如果我有一些怪癖，比如说刚才你讲的你朋友的例子也好，或你自己的例子也好，我不愿意让人触碰我的脖子，或我不愿意看到某一些有人有密集物恐惧症，对不对？或有人根本不愿意身体接触，这人是你的伴侣，他可不可以只告诉你这件事情，但不告诉你为什么？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希望你告诉我，因为理解了因才会更好的处理果。可是如果我给你解释这个原因会引起我更大的心理创伤的话，你能不能体谅我，允许我保留我这个秘密？我能够体谅你，但是我经历的就是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最后我们分开了，就是因为彼此的不理解。是假设我有童年有心理阴影，我特别怕别人触碰我某个部位，但是如果回忆这件事情会给我造成更大的心理伤害，请问我可不可以不告诉你？你有过这样的心理阴影吗？有。其实你能够对你最爱的人打开，是对你最大的帮助。如果我来帮你打开所有的心理阴影，我来帮你打开，我帮你打开。You were like
destiny. 그댄 You were my destiny. 그댄 你这什么节目？哎，这是《非诚勿扰》了。好，奇迹失败吧。你投降吧。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好，什么意思？如果这个世界上爱能够治疗一切的心理阴影，不会有精神病院，不会有心理医生，不会有专业人士。你很帅，也有饭，还有爱，可是有一些人的病，他是不能够被公开的。谢谢。好。好，齐齐到此告一段落。这个反演完了之后，你们这边是谁？甜甜姐。我范甜甜曾经也是一个非常的 innocent、naive、innocent、beautiful、very adorable girl。OK。无辜，对吧？幼稚，非常可爱、非常单纯的女孩子。我也受过对方这样的一个欺骗，因为爱。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坦白，要把过去全部说出来。哎呀，我想有道理啊，乍听一下是不是？我都已经跟你相爱了，我不告诉你，感觉我在欺骗你啊，对不对？我得要告诉你。好了，我就傻了嘛，叽里呱啦的就把自己的过去一股脑的全部说出来了。结局是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讲出一个结局来，都是好的结局。乍一听啊，从此之后，我男朋友的脑子里边把这个假想敌开始一个具象化了。他原来只是猜测，可能范甜甜过去有过一点什么恋情，对吧？他现在突然这个人有名字了。这个人有长相了，这人头发是长是短，穿什么衣服，他全有了啊，他全部都有了。他平时穿什么牌子衣服，跟你出去吃什么饭，他全都有了啊。哎呦，今天跟你出去吃顿饭，哟，上面男朋友带你去吃过吧？啊，那我们不去这家，去那家，我就不相信我挑的饭馆没他挑的好吃。从此我就活在地狱的深渊里面，你们知不知道？在干一些爱情的世界里边，必须要干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自动的就出现了一张什么呢？叫对比的表格，你知不知道？表格。所以说这件事情很简单，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当你把你的情史告诉你的男朋友之后，他就开始一切都开始做对比，是不是？而且呢。发生这件事情后，我心里暗暗的有点悲伤。竟然会很多的女孩子都会上当受骗。我告诉你一个解决方案，不是没有解的，这是一切是有解的啊！就像对方刚刚说了，哎呀，我们过去情史只要多就是脏啊，过去只要男朋友怎么就是烂。你们想过有一次我们是所托非人，是不是？我不希望这下面你这个你还是非人，我希望遇到一个好人。告诉你们解决方案，当我碰到男朋友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我遇到你的这一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一切，你就是我的新的开始。我愿意为你变成一张白纸。你太人工智能了。对呀，这是因为什么？这恰恰才是因为爱。还有一点什么？我不想剥夺他爱我的权利。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只要我告诉对方我的所有的恋情之后，我剥夺他所有跟我的恋爱中的。第一。你肯定跟别人一起去这个有张旧船票去黄浦江上看过夜景吧？坐在人家自行车后面兜过风吧？当你的新的男朋友知道你跟别人过去做过这么多事情之后，他每次做的时候不但有对比，而且剥夺他所有的快乐。我今天是张白纸，哥哥，你无论在我身上做任何事，我都是第一次，我无比的快乐。做得好，做得不好，我都不介意，因为我没有经验，我不懂。好。哥哥，我还是一个 innocent、adorable、非常 naive 的 girl。哦耶！不对，这个有语病。我告诉你啊，你要跟对方讲，我也有站在你这边，不该坦白了。你应该说前线，但是后方。宪哥。你考虑一下这个现场的具体情况，小心前门拒虎，后门难防狼。琪琪是吗？琪琪。
陈明儿啊！哎，innocent，啥意思呀 ？Oh my goodness！ 哥哥，你老婆的微信我也是很清楚的，来吧。这么想知道我的情史，放马过来。就很简单了，其实就一句话了。就他刚才最后已经说了嘛，如果后面人会再问，他会怎么讲，而且已经用第一人称把他都讲了一遍嘛。我刚才很有代入感，我就只有一个问题，你猜我信不信？我当然知道你不信了，但是我知道有颗骗你的心，说明什么问题你知不知道？我对你的爱超越了你对我的爱，还有你想告诉我的东西，你也问我想不想听啊？我刚才很有在听，就是甜甜姐在前面讲的内容了，她足够劲爆，但是有些离题。哦，哎，因为她谈的是该不该向恋人袒露。而不是没有，我告诉你，我产生什么概念？我告诉你，这个叫做虚妄的美好和残酷的现实。OK， 好。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OK。有的时候现实是很残忍的。我很理解，就是你作为女性这个视角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也跟你分享一下男人的视角中一时的那种开心和一世的幸福的轻重。很简单，我刚才有认真在听他前面所有的事例，然后我惊讶的发现，其实所有的痛苦是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4个字，叫所托非人。对，你遇错了人，对，你讲不讲都是伤。他喜欢比较，你知道吗？你讲他有 Excel， 你没有讲，他会虚拟出1万张 Excel。但他至少没有具象化啊。他爱比，你讲不讲他都爱比。你讲他跟一个人比，你不讲他跟他心中无数个对象比。哦，那你想太多了。所以特好。因为是我奇袭嘛，所以我需要提个问题啊。好，假设我现在要追你啊，假设出来一个你心仪的男士，他要追你，然后你对他也很有好感。假设跟是我，作为男生有时候就会聊到这句，就说你有没有谈过恋爱？你猜？说得太好了，知道吗？爱情当中最伤人的那笔剑，名字就叫猜忌。因为你只要不坦白，哦，你不要帮我下定论。不，我没有给你下定论，我还是说完你猜之后。好，那你请讲，请讲。说完你猜之后，我告诉你，只要跟我谈了恋爱以后，我这口深井冰让你慢慢挖掘，每一天一点点，一点点。对。好。之后你就会每一天都很有乐趣。但我还是想知道一个问题。陈明老师老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没有。不是故意的。没有。但是我其实很想知道，就是你之前有没有谈过恋爱嘛？这个事情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能还是不能呢？你是在追问我吗？你对我是不信任吗？你为什么这样问我这么多问题呢？过去事情那么重要吗？难道会影响我们的恋情吗？毫不影响啊！会对你和我的爱情有任何影响吗？有，你爱我，我爱你，这就够了。 OK， 知道这么多了。 辛苦。OK， 非常精彩。你知道吗？刚才甜甜讲的这一段，跟花西刚才讲的这一段几乎一模一样。这是一段山盟海誓。 这段对白在告白的时候会无比的震撼人心，在那一瞬间我的心都会被化掉了，我在那一瞬间都忘了我要追问他，这一点都不影响在未来的无数个夜晚，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告诉我？因为爱。好，奇袭结束，谢谢。奇袭结束，胜负难分啊！好在我们后期有一大堆精神分析方面的专家，让他们去给你们分个胜负啊！好，那现在应该是正方的第3个人陈明，现在阐述观点，谢谢。其实今天前面聊的过程当中呢，对方一直在一个很狂热的状态当中，那个状态跟爱情很像，但是跟过日子有很大的差别。对方刚才的过程当中有表白的演绎，有特别深情的告白，任何一个人的心门在那一瞬间都会被打动。 我们今天谈的是恋爱，想要长久走下去应该做的事情。花絮，你刚才说的一直都是你不要问，一个人不要问，并不代表另外一个人不要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说我不问，我的潜台词其实是，如果真爱，你会告诉我的。我们今天谈的是该坦白还是不该坦白，我们的视角在这边，不是问的那一边，是我要不要说的问题。好，那就会遇到刚才跟甜甜姐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有。 比如说我要谈个恋爱了，我的恋人就会问我，那你有没有谈过恋爱？现在我在心里跟我自己讲，不，我不该坦白，我不该坦白，我就只有2个选择。那因为我不该坦白，我一定不能说真话，那我怎么办？要么说假话，要么不说话，没错吧？这2件事情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我不说话，我就沉默，那你谈过恋爱几次恋爱呢？你到底谈过几次恋爱呢？不对 ，Sorry， 不对 ，I have nothing to say 。好 ，OK， 然后接下来马上跟花溪那一段独白会非常浪漫，现场效果会非常棒。你不要在意我的过去了，我爱的就是你现在，你现在爱我的现在，走推倒搞定，这觉睡完了，醒来他会在心里问自己：是昨天晚上是很开心，可是
你为什么当时不说话？这是一个萦绕在所有恋人一生永远无法消解的问题，你知道吗？沉默换来就是猜忌，而爱情最坚定的基石就是信任。我们今天不谈爱情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谈对爱情最大刺伤的动力源于哪里？对爱情最大的伤害就源于不信任。今天你沉默换来的是不信任，爱情崩溃。好，如果像刚才甜甜姐说的第二件事情，她可以不沉默，但她可以说假话。她刚才讲了一段假话，听起来很酷炫，因为那一瞬间我是没有办法分辨的。但是，你知道爱情中一旦出现了欺骗，后果是什么？是所有的谎言一个就需要用一生来弥补。这是一个信息时代，你可以删掉朋友圈上所有的照片，可是你删不掉你朋友所在的圈子关于你前任的所有记忆。如果你朋友身边的所有朋友对你之前的男女朋友都没有任何记忆，那不叫恋爱，那叫偷情。恋爱是正事，是要出来吃饭的，是要出来跟自己的圈子交往的。你跟他交往，你不跟他圈子交往，你跟他圈子交往，记得我们这个前面的小品里出现的情况吗？永远会在那样一个午后，你碰到所有这辈子你都不想碰到的人，听到你所有不想听到的话，遇到你不想碰到的事，你该怎么办？你的恋人心中只有一个问题：你骗了我。如果这件事情你可以骗我，其他事情有没有可以骗我？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骗我们的爱情在哪里？你为什么要骗我？动机，这是最刺伤人的那柄剑。你好好的告诉我嘛，你当初为什么要骗我？如果你沉默换来的是杀伤，信任没了；你欺骗换来的是更痛的杀伤，信任更没了，何必呢？何苦呢？我的建议非常简单，在开始之前，当你的恋人问你，你到底谈过多少段，15、10，清清楚楚给他讲清楚喽。我之前有这么几个女朋友，或者这么几个男朋友，他们都做过了哪些事，跟我有那样的经历，造就了现在的我。记得繁衍那一段吗？如果你爱我，并爱我的一切，爱我的过去，爱我现在的样子，以及现在样子的原因，请接受我的一切。如果你不爱我，尽早跟我讲，我也可以接受，我会痛苦那么一时，但不会换来未来整个人生中无数个谎去圆当初那一个谎。我不希望在我80岁的时候，还在去圆一个18岁的时候撒的谎。我希望的是两个人把真真实实、坦坦诚诚的生命融合到一起，共同谱写出未来的爱情。就这么简单，谢谢大家。上方第3位。当年林徽因跟梁思成结婚的时候，梁思成问过林徽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只问一次，叫做为什么是我？因为他们的多角恋是很有名的。林徽因说了一句话：“你这个问题，我打算用一辈子去回答。”好，这句话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不对，这叫情话。对，它不能用真假来判断。你有没有发现，在刚才的2轮奇袭中，吃亏的都是我跟陈明这2个测谎仪。那2个回答的人都使用了色诱。好，一时可以用色诱，一生一生可以用情诱。什么意思？情诱就是说，我可能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甚至是一段略带虚构的历史。这不是真，也不是假。我之所以愿意那么做，是因为我不想伤害你。为什么？你说，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过去造就了现在的你，我怎么样做才能不犯前任犯的错误，才能比前任做得更好？好，如果我的前任是樊野，各位你们谁能比他长得更帅？周帅。那得花老么多钱了。所以你们发现了没有？每个人身上可以犯的错误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优缺点是不同的。你不要在现任身上去纠正在前任身上犯过的错误，他们2个是不一样的人。所以坦白情史这件事情不会使我们2个人变得更好，这是情话。好，紧接着第2点，是有一种更残忍的情况，是我的前任很渣，他不是很好，他是很渣，我在身上受过很多伤，可能像樊姐说的，有过家暴，精神的、肉体的，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你让我坦白情史，说可以让我变成更好的人，你可以治愈我，大哥，这相当于我身上有一个深入骨髓的伤口。然后你告诉我，没关系，宝贝儿，你把它剖开，让我看看伤的有多深，让我了解一下你的病理结构，然后我再一针一针的给你缝上。好不容易愈合的伤，我想忘了它。如果你真的爱我，你的那一点点猜忌，你不能忍吗？你愿意让我用再伤一次、再死一回，去抚平你的猜忌吗？我们每一次分手，那叫前任吗？不，那叫前世。我们中国人讲，我活了这一生，死的时候过桥的时候，要喝掉一碗孟婆汤，前尘皆忘，再入轮回，我才遇到了你。你何必让我醒过来？三生纠葛，几多痛楚，你一句爱，里面的姥姥，你一句爱，不足以使我不堕轮回。啊，好。我以为倩女幽魂飞山老妖啊，真的是。我以为我在奇葩说已经见过不少场面，今天第一次变成鬼节目了。来，帮你。OK， 刚才薇薇姐讲了一个词叫前世，我想讲一个词叫前史，就是在我认识你之前，在故事之前发生的事情叫前史。电影里两个人物开始让你觉得最感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们俩开始交换前史。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开始，但你更知道他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你就能理解他的暴躁、他的温柔、他的槽点和他的泪点，甚至他的。我讲讲我的故事，我的现任是一个奇葩。我一直说服他来奇葩说，因为我们俩刚刚认识，我们俩 QQ 聊天认识的哈。然后他给我打第一个电话，讲了2个小时，他跟我坦白他的情史。但是他把这故事讲完给我的时候，慢慢的我明白为什么会喜欢他，因为他真实。真实有的时候是让人不那么舒服的，但真实它是一个特别坚实的品质。真善美，真在最先，因为真实是不会动摇的。那个所谓的美可能是虚幻的，但真实是可以让我们相守一生的。谢谢。笑笑。我刚才听对面的那个观点，我就觉得都是禽兽。我突然发现整场就一个禽兽，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说，我对我的现任我也要坦诚，但是我绝对不坦白，我要 PS 了之后再告诉他。你们懂什么意思吗？就比如说，分手是2个人的事情，我不可能完全一点过错都没有，咔咔讲我前任的坏话，我神经病啊！好，比如说我以前我爱泡吧，我爱喝酒，我会告诉他，他非要压抑我的天性。就比如说，我以前爱花钱，我就会告诉我的现任，他不准我经济独立。还有一种情况，我脾气不好，我就直接告诉他，我们2个性格不合。你们懂吗？这个时候你们告诉我，那你是不是骗他？这哪是骗他？我说的是实话，你一点语言的艺术都不懂啊！还有，我告诉你，如果这时候你们告诉我，你个禽兽，你凭什么去爱谁？年轻的时候都不是禽兽，真以为自己有多干净？还有，我告诉大家，你们一张照片都要 PS 过后才敢给你的现任看，情史咔咔讲实话，傻呀！这边深情派的还有谁啊？顺于刚才潇潇的那一句话，潇在前面说了很多我们 P 过的照片嘛，我就一句很简单的话，如果我的老婆，我晚上睡觉看到她的时候是化过妆的样子，我第2天早上醒来看到了她已经妆都化好了，她始终在用了一张 P 过的脸面对着我，我永远看不到她真实的容颜，我丝毫感受不到你说的那种美，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恐惧，明白我的意思？最后是薇薇姐刚才讲的那个观点，我很感谢薇薇姐最后站在林徽因的角度，阐释了一个诗意唯美又像幻空一样的爱情观。我只有一句话：林徽因这辈子幸福吗？林徽因秉持着这样一生的价值观，她在后来回忆她整个人生的时候，她说她人生中最美的一个瞬间，是在当时的一个池塘边，夜间她穿一袭白纱，举着一个蜡烛，
走到了池塘边，然后对着蜡烛里的自己的倒影说：“天哪，这个女人真美。”他跟我真像。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坐到那边，你知道吗？林徽因看起来是她的爱情观，她所爱的只是这个世界上那些优秀的男人对她的爱，才会有那一份对自己的封闭和对他人的无限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林徽因看起来美得那么清纯脱俗，但是我们站在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却又不由得去质疑她的幸福到底在哪里呢？之所以有这样的冲突，邦妮老师刚才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是因为真和美的排序出了问题。唯美的情话听得过一时，听得过1个月，甚至能持续5到7年，真话才能踏踏实实的走一辈子。谢谢大家。华西说吧，华西先举手。好吧，你针对他吗？有，全场说了最多的2个字，一个是听，一个是说。我们好像在爱情里面越来越相信我们所听到的和我们所说出来的东西，而慢慢忽视了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那聋哑人怎么谈恋爱呢？你说爱情的毁灭者是信任，不，爱情的毁灭者是你只信任你听到的。想象一下，如果你的一生都在猜忌他不给你这个答案的原因，你就看不到他为你做出的那些隐忍。甜甜姐这样的性格，会为了爱你扮傻，我会为了你装天真，可是你看不到，你只想听那一个答案。像薇薇姐这样强势的女人，你看不到她的付出，你看不到她欺骗你，她自己心中的难过，你看不到她心中的那种伤口慢慢深入骨髓的痛苦，你只想要那一个答案。你的爱情全部建立在听觉的基础上，可是爱情是眼耳鼻舌身意3魂6魄7窍全部要投入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只相信你所听到的，我们就天天坐在高高的枕头旁边讲那过去的故事啊，何必还要出去一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好好的过日子呢？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在你的妻子难过的时候，你与其追问她你为什么今天这么痛苦，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么难过，你不如给她泡杯红糖水，说不定只是来大姨妈了。所以，你男生少打2盘DOTA，多做出一些行动，而不是追问那一个答案，就是对女人最好的爱。这个答案对你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希望这个答案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他批判他的前任，骂他前任是个王八蛋，你未来就有可能成为他王八蛋口中的一个。你如果夸你的前任，那么他就会觉得你余情未了。所以所有的答案不如你的行动来的实在。谢谢。30秒啊，所有的人只有30秒的语言啊。OK， 刚才花溪呢说得很好，但他说的是在比说和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比的是说还是不说，我们双方都做，但是我说你不说，这是区别。这个基本上已经不对，我跟你讲啊，坦白或者不该坦白的意思是说都要说，但是你要说真的还是说假的，是这个意思。OK， 好吧，哪有人我问你一个是吧？这我不能说，那不能，这个是是不是坦诚和坦白的区别？但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其实你们这一直就没有抓住这个点。周旋义30秒，我只讲一个新的观点，这是从我的角度来讲观点。我就一句话：如果我的前任是反野啊，不对不对，你前任怎么会是反野啊？对啊，你把脖子给我看一下。大家想一想，如果我的女朋友的前任是反野，说实在的，她的存在本身就会构成一辈子对我心中的伤。这个时候，我的女朋友如果想彻彻底底的说服我，她选择我是有道理的，她就得从某些极其隐秘的方式去诋毁反野。你们觉得哪条路是对的？周旋义，你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谈恋爱的开始的瞬间就自杀，其他没有别的。周旋义的女朋友的前任，不管是不是反野，只要反野存在的，周旋义就已经受伤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谈不谈恋爱的没关系，你最好现在就一头撞死。3位，宪哥先开始，宪哥先开始。你的立场是什么来着？我都忘了。不该坦白，不该坦白。连莎士比亚都觉得不该坦白。真的吗？说过。我因为他人不在，我代表他来说的。莎士比亚在他的莎剧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2个人在的 La Cambrasida， 就是化妆舞会里面，突然间看到一个女生，我
爱死他的第一眼，虽然只是看到他的眼睛跟他的嘴型，我爱上他了。他讲了一句话：从今天开始，我与全天下的男人为敌。记得这个是真正莎剧里面的，所以莎士比亚也是觉得这样。你对你的另一半坦白你的过去干嘛呢？当你告诉他这个事实以后，有一天你们吵架了，肯定拿出来当做题材了吧？有没有？你看现场点头如捣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种叫做什么善意的谎言。可是你现在讲的跟刚刚那个莎士比亚的有什么关系？我与全天下的男人为敌，因为爱情的世界里是容不下一颗沙的。对，它的原因是在这里。那跟与全天下男人为敌有什么关系？那更何况是一个男人嘛，一颗沙我都容不进去，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一旦爱上你，我就跟全天下的沙子为敌，就是。对，来，对，他脚腕了耶，你不要听他的。好，没事。说明你看他的。还有一点，你们太自以为是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在那里犹豫，我要不要坦白还是不该坦白？你有没有考虑对方根本不想知道？对，不要告诉我，求求你！如果你爱我的话，难道连替我说谎的勇气都没有吗？对，你确定他一直是这种不想知道的模式吗？没有人会想知道的嘛，知道就是一个烦恼嘛，那就没得变了，太无聊了。我不听，你听，我不听，那没得变了。下一期把这个人换掉好吧？建哥真的是研读莎士比亚的一个专家，你知道吗？他知台湾道悲剧全部都是满台死人做结束的，对，所以最后实在谈不过去的时候，砍了算了。我说是真的，你有没有看到？马上不该坦白到将近70%了，非常好，谢谢。好，到了蔡团长，你要挽回劣势的时候了。我看过一段话，他说：“当我爱上你的时候，你成为我最坚固的盔甲，可是你也成为我最脆弱的伤口。”爱一个人是把自己全部都交在对方的手里。他如果要保护你，他会成为你最坚固的盔甲；他如果要伤害你，你逃不掉的，你会痛得最深。我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情，不觉得有所谓的应该不应该，我认为那个是交战手册才会做的事情。我认为谈恋爱，我只有一个浪漫的想法，就是理想的谈恋爱的状态是什么？那我觉得理想的谈恋爱的状态是，我身上如果背负着重担，我希望你是那个我可以分担这个重担的人。如果我的过去是我的重担，我希望我能够放心的把它托付给你，跟我一起把它背下去。你背不动也好，你背了以后埋怨嫌弃都好。可是我可以怀抱的这个愿望是，我希望你跟我分担这个我一个人背得好累的重担。所以我只能够说，这个是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认为理想的状态是，我的脆弱、我的空虚、我的疲倦，都可以在你这边得到休息。我不敢说该不该，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同。可是，如果连谈一场恋爱，我都得逼着我自己算好每一分每一寸，算好将来我再变成别人的前任的时候，他会不会把我的点点滴滴去告诉另外一个人？如果要担心这么多事情的话，其实我们是在想一场交易，而不是谈一个恋爱。谢谢。对不起啊，我这个时候不应该插话的，但是我必须要说。我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狂野的人，但是我内心呢，真的住了一个古人。坦白这件事情，在20几年前伤害过我，是对方的坦白。我以为我已经过去了，但是事实上20几年后，这个坦白的伤害依旧在。利刀伤人，恨易合。恶语伤人，恨难消。坦白的话，它或许不是恶语，但是它比杀我的刀还要严厉的，所以不该坦白。不好意思，虽然是亲兄弟，我们还是明算账。谁跟你金姐，虽然今天我站在反方，不该坦白，但是我要说一句话，你说我传统吧。
我从小到大谈了这么多男人，我每次我都坦白的。哦。今天我选的这个反方，我想说一下为什么不坦白。我想给我自己找个理由，因为我从来没在不坦白上站过，我从来没有不坦白过。所以我今天特别想站这个位置上，感受一下不坦白是什么感受。但是我想说一下，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我每次都坦白，为什么呢？这样我心里不累。我就这样子。再给你举个最具象的例子，做了女人以后，我在欧洲，我要不说的话，谁也不知道。那么多人追我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告诉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曾经是什么什么，现在什么什么？你想跟我谈恋爱，想跟我约会吗？想好了。”这样每次所有的发挥，我喝进去那杯酒，我抽那根雪茄，我看的风景是我踏踏实实的。我不希望他因为紧张破坏了我的情感，破坏那个氛围。所以说，在我的情史过程中，我想说，我都是坦白的，因为我落个坦然。这个坦然也支持了我一步所谓的你们喜欢的那个真。但是今天我想给我自己上一堂课，我站在反方，是因为我想感受一下，如果我不坦白是什么样子。我先生追我的时候，我跟他说过，我说我全世界我是个最大的个 package。对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个文化的男人，选择金星在一起是个大的包裹。我说你想好了，我的故事太多了。他说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过去。他说我现在认识你了，我们俩的拉着手是往前走，不是往后退。他说你有你的过去，我慢慢去自己去感受，但我不想知道。为什么要奇葩说？你知道吗？最主要就是要 big data 大数据。对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嘛，你到最后你不合理，你再唠一句英文，我今天就不录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information。 Follow your mind. I see, I know it. 对不对？所以你看，它真理是越辩越明啊。到最后我们变，把它逼到一个死胡同里面，数字就出来。再来一句，它就是叫做大数据。怎么样？没英文了吗？是吧？刚才宪哥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就是说叫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话在所有的辩论节目当中可能都有效，但恰恰在奇葩说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奇葩说这个现场追求的是一个混沌的感觉。我们把那个感觉传达给人的时候，这个感觉在你心中引起的波澜，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所以清晰并不是奇葩说的追求。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我奇葩说一直在谈很多谈恋爱的话题，好像我们坐的人每天不干别的，人是感情，全都谈恋爱啊。对，这个一帮禽兽的这种感觉。是。但是为什么我们选择那么多的情感？第一，它跟每一个人有关，容易把每个人带进去。第二，它是一些万万千千说不尽的话题。我今天在所有的反方里面，我听到潇潇的一句话，我觉得哎呀打中我，至少可以让我坚定的支持他的观点，就因为他说了一句说，坦白不是坦诚。其实正方秉持的也是这个，你非要问我，我就坦白。但是你非要问吗？所以其实在这一点双方是一致的。这一点是什么？我们在追求爱情和恋爱的有效性。康永哥说，恋爱不是做生意，即便不是做生意，它背后也有经济学和效率在起作用，所以才叫做经营你的爱情嘛。是这样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谈恋爱呢？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需要是好好恋爱。好好恋爱到一定程度，再好好恋爱，也许结婚生孩子，因为只有好好恋爱进行下去，才有一生所谓的幸福。这是我们最大的追求。那当这个是目的的时候，坦诚和坦白之间的进退取舍，目的只有一个，是好好恋爱。如果你需要我好好恋爱，需要我完全坦白才能好好恋爱，这就是正方的观点，我就告诉你。如果反方观点就是，如果你需要我坦诚，咱们能够好好恋爱，而不必坦白，那咱们就好好恋爱。说的真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说的真好。其实正反双方都恰恰是，至少我们没有清晰的看到这一个点的交锋。因为我们的题目很简单，坦白
白就是所有颜色都没有，就是所有东西和盘托出。但是我们没有把它这个地方拆开。说实话，我不觉得蔡康永老师是一个会在生活中站在这个立场的人，因为他的人生智慧绝对支撑他要在坦诚和坦白之间去寻求最大的平衡点，以换来好好恋爱。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您请说。你这样看，请用英文问我。OK， 好，马大哥，你目前是处于坦白还是不该坦白的情况当中？非常好，现实生活中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我至少应该坦诚。我的人生境界只能做到坦诚，我无力做到坦白。这个答案我。所以，我们才有了与众不同的人，就是金星金姐，是我们高山仰止的人。我们是一个凡人，我们做到坦诚已经很难了。是，哎，我没有偏向任何一方，我愿意把这种混沌留给我们现场100位观众，你们做出你们的选择，要不要坦白？请按键。按键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喝一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喝完了之后全面坦白的雅哈咖啡，还有就是长短炫酷哪儿炸天的东方标致308S，还有就是吃了变成 BB 豆的 MM 豆，感谢 MM 豆。来，我们看看结果吧。反方赢得期票，反方胜。好的恋人不追问过去，好的恋人不怀念过去。我遇到你的这一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一切，你就是我的新的开始。我愿意为你变成一张白纸，我愿意为你自动建成三生纠葛，几多痛苦。你一句爱，不足以使我不做轮回。所以正方今天你们没有获胜，3个人接受这个变态栏目组的惩罚。好，我们要从3位获胜者当中选出1位。哎呀，这期选什么呢？我们不因他们获胜而选他们，我们一定要选出一个特别的理由而选他们3个人当中的一个。这个理由完全看心情。想一个理由，我们选他们什么呢？对吧？最38了。好，这一期的这个古力多燕麦牛奶的抗饿基金所推出来的是最38奖，38，谁最38？请写题板，谁最38？好，宪哥为什么是这个人？说法还有他的表象各方面都是，都绝对38是吧？对，他绝对超级38，完全一个大38。什么我都说觉得是自己的，这问题是这样的人获得了一个奖有意义吗？出去说，哎呀，那次我获奖了，他们都评我本场38。康永哥为什么选这个人？以前没这么38，今天特别38，所以选他。哎呀，还是在38的路程上又进一把。有机会了，有机会了。啊，金姐为什么是这个人？他就38红旗手啊！你很有可能。好吧，来，请亮题板，我们看一看，本场最38是。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神经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来，请亮题板，我们看一看，本场最38是花溪。甜甜，范甜甜。让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本场38的最扛饿甜甜。
谢谢莫丹3把红旗手，白阿姨，我太牛逼了。当你把你的情绪告诉你的男朋友之后，他就一切都开始做对比。你们想过有一次我们是多多非人，我不希望这下面你这个你还是非人，我希望遇到一个好人。有钱有势不如38有范儿，感谢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下期节目再见。哦天哪！你说如果我没有觊觎过这个 BB King 这么高大上、如此这个 honor 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不可能的。可是没想到最后改成3把红旗手，也是让我觉得有点淡淡的忧伤。我觉得今天虽然我们输了，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位表现特别好。你们俩真是太棒了！今天是你们俩太棒了，够了，太贱了！我们不要这样吗？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恩爱的组合。对，我们组合叫做擂台赛。第一条，艾丽完全不暖男呀，哇，太黄了，3句离不开黄笑话。我只想说，你知道直男的悲哀吗？想稍微幽默点，只能走下三路。你可以看一下马东老师。第二条，奇葩说里最没梗的选手，一点也不奇葩。艾丽嘛，除了他的草叉之外，他都知道这个，是吧？草叉爱大利瑞梗外，真的没其他了，真的没，这有个感叹号，没其他的了。除了没梗、没记忆点之外，我也忍了。但他还不断强调，这还是辩论节目，我们还要讲什么逻辑？那啥，艾丽啊，你逻辑还可以哦，谢谢。你对于逻辑的演绎，真心不如那些辩手，这不是典型的没啥，还硬要标榜自己，就是这样。我觉得你妈挺对的。你谁自己也豁出去了？跟你们拼了啦！都来奇葩说了。太喜欢台湾女生说话这个腔调。今天编导跟我说有一个人的名字不让我提，是吗？这育儿经验的这个事儿哈，听妈妈的话，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你的孩子长得像谁呀？你这样算什么男人呢？你不能装气块那种。我什么时候开始啊？等一会儿，对不起，稍等一下。我就跟隔壁的潇潇说，你们俩上厕所为什么在隔壁呢？那你女朋友是不是也得我们人人有份儿啊？啊！以为可以参加第2季，哪知道一不小心就错过了。听说第3季报名火热开启，我不灰心，我也不放弃。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官方微信平台，然后选择踢馆俱乐部菜单，按照指示完成报名。金色，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和大海，快去报名参加第3季。是。重要通知！奇葩说首场粉丝见面会招募开始啦！拿起手机关注奇葩说官方微博、微信、贴吧、兴趣部落，随时获取最新活动信息，赢取内场门票，近距离接触奇葩选手。本节目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独家冠名播出。